大家好，我是 Kat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，我将会让它和 Coso 结合起来。这个工具呢就是 Manium。Manium 呢，它是一个强大的 Python 库，它可以用于创建数学动画和可视化的内容。那它呢，就是由著名的 YouTube 频道 Three Blue One Brown 来创建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概念，都是用它这个代码工具来创建的，是非常形象易懂、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动画。做起来的话，做出来是非常好看的。Manium 允许你创建高质量的数学动画，咱们可以在这边看到的，包括几何图形呀、函数图像呀、数学公式等。它特别适合于教育视频和数学概念的可视化。它的强大之处呢，就是能够将复杂的数学概念转换为直观的视觉表现，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抽象的数学思想。这里有一些它的示例，咱们可以点击一下。左边呢就是它的代码，可以生成右边这样很酷很炫的视频。Manium 有3个不同的版本，第一个呢是 Manium 社区维护版，第二个是 Manium GL， 第三个呢是 Manium Cario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应该使用哪个版本呢？这里推荐用社区维护的版本。具体在代码里面，咱们就可以看到，比如说第一行 From Manium Import， 然后星号，这就说明这用的是 Manium 的社区维护版。那 Manium 如何在本地安装呢？如果你很少用 Python 的话，这里我待会推荐在 Replit 上面比较方便的去生成 Manium 的一个动画。先看几个我做的例子。这个视频呢，是我根据小米的第1季度的财报，然后做的 Manium 的动画。这个 Manium 动画呢，就是我提需求让 Cloud 来帮我来做的。我是让 Cloud 根据我上传的小米的财报，让它提取要点，然后帮我做出 Manium 的动画。包括这一句话都是 Cloud 自己提取出来的。这个视频呢，对应的提示词呢是提取附件财务报表的要点，使用 Mani 库编写动画进行展示。动画要多样化，显示效果要华丽。然后我又让它把首页的标题页背景改成橙色，文字白色，然后其他页背景改成灰色。这里呢，橙色呢，我也是根据小米的一个logo 色给到的。然后后续呢，我又让它做得更好，让动画效果更丰富。之后呢，又让它去进行一个字体大小优化、动画优化等。这里也是我让 Cloud 写 Manium 的一个动画，帮我来做出的效果。我很喜欢开头这一块，一个转换，感觉很自然。这个呢，其实是我只提示词写了1次，就得到了运行之后就得到了这样的效果。当然，中间还是有一些问题的，比如说字体重叠了。我也模仿苹果的官方动画，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iWatch 的一个动画。我还用 Manium 写了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，就可以看到兔子睡觉了，然后乌龟继续往前赶，乌龟超过了兔子，乌龟赢得了比赛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 Manium 的基本用法。这是我用威宁做出来的。
这里可以看出它用的是社区维护版的 Medium。创建一个圆，填充色彩，然后播放动画。在我本地里面的话，就是这样。稍等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先创建一个。这里呢装了一个 Medium 的插件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Medium。就是这个插件，所以我只要点一下这个，它会让我选择要运行哪一个，这样就出来了这样一个圆形，创建一个圆，设置了一个 pink 的填充色，还有透明度，然后播放动画，等待2秒之后呢，圆向上移动。还是非常好用且直观的。生成的一个 video 呢，它就是在这个 media 的目录下面，这里有一个 creator circle。如果我们不用刚刚那个插件让它运行的话，我先把这个删掉，可以写 Medium 1.py， 它现在就得运行。然后出来了，运行结果出来了，这个结果跟刚刚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，绘制形状。这里我也演示一下，我设成2.py， 保存一下。然后它就自动让我选择了运行哪一个，然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。这个就是案例的，威宁帮我做的案例里的创建动画。我把它设成3.py， 保存一下。然后选择让我运行哪一个，制作好了之后呢，渲染好了之后呢，它右边会自动显示出来，有个放大、向上、变色、移动、切换，整个效果还是非常丝滑和流畅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，数学可视化。这里就是它的渲染，它用的是 FFmpeg， 看是初中数学，有这样一个坐标轴。是先是创建坐标轴标签，然后定义并绘制函数，创建函数示例，然后创建面积，就是那个阴影面积。我们来看下一个高级技巧，这段代码比较长，那我们可以看看它最后生成效果是什么样的。它这里有2个，为什么说是2个呢？这里后面这一长串就代表这是其中一个动画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代表另一个了。那么在这里，如果只是选择其中之一的话，那它只会渲染一个，这样它就会把2个都渲染出来的。用的命令就是 Medium， 这个是我们的文件名.py， 后面是不同的场景，出现了有2个场景，还挺炫的啊，这个动画。再看一看这个，哇，这个也很炫，有点像天线。当然 Medium 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通常看到的 Medium 的背景都是黑的，然后文字是白色。
我之前展示的几个我自己做的 Manium 的动画的话，其实就会有淡色的色彩。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白色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Python 脚本里面定义，比如说 so-called color 等于 red， 然后这里呢就是填充色，这是一种颜色，还有可以使用一个渐变的颜色。来，这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比如说我这里用到 cursor， 我跟他说，做任务。看到这里，它已经设置好了。然后我可以点这个运行，那我可以选择，我这里选择的是 Custom Animal， 所以我点下面一个。现在就是淡色的色彩了。哇，这个好炫！它其实出现了好多色彩，一开始橘色，然后又有一点灰，然后最后又有一点绿，所以这样就很方便的去来做动画了。Manium 和 Cursor 结合起来是非常棒的。然后这里呢也支持数学公式，来看一下。它这里有一个题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让 Cursor 来帮我们解决。点 Offset，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边结果是出来了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公式，然后切换了一下，又切换了一下，当然我都不认识它，你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咱们来看一个物理模例子。这里又出现了问题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让 Cursor 来帮我们解决。以前我是让 Cloud 来帮我解决，现在都是 Cursor 里面的 Cloud。我们直接来应用一下，再运行一下，还是出了一点问题，不过没关系，再让它 fix 一下。看到这个就说明它在渲染了，所以它现在是渲染成功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放大一点，降下去，再往上回弹。这里呢是一个弹簧。现在呢，我们让 Cursor 和 Manium 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我会让它根据我 Markdown 文档里的不同主题，分别生成对应的 Python 脚本，然后呢再生成一个 Python 的脚本，可以一键然后生成这些吧。再来，我们在这个界面先打开一个 Project， 那我把它命名为 Manium， 后呢，我跟他说，把文档选了。这里写呢，就是根据文档里的每一个主题，分别生成对应的 Manium 库写的 Python 脚本。然后我这里点 Composer，
那它现在就帮我们生成了，它生成了6个 Python 脚本，然后还生成了一个主脚本。主脚本运行之后，就可以一键生成了这些动画。一些用户反馈 Manium 本地安装各种依赖比较困难，那不要急，今天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平台。大家现在见到的页面呢，就是我在 Replit 的动画。大家看呢是我让它里的 Cloud AI 制作的小兔子在溜冰，是不是还挺可爱的？而且这个4题40就能让它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怎么来制作呢？我们开到主页看一下，我在这里新建一个库，然后呢，我在做 Manium， 然后一个名字，创建仓库。创建仓库之后呢，稍等，又是你运行的一个主文档。然后呢，这里 readme 它会点这里 run 之后呢，它会自动生成480p 15帧的一个，它会放在 video 的一个目录下面。也有 AI， 然后是 Cloud Sandium Sonnet。这里呢也有一个 Manium 使用的小技巧，比如说设置背景颜色。探索社区版本的文档，用-s 呢保存最后一帧为图片。这个命令就是 Manium-s example 点 py 点 scene。如果说咱们这个 example 的 py 脚本里面只有一个 scene 的话，这个后面其实可以省略掉的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比如说-p 参数来在渲染后自动播放视频，还有使用 group play 来组合多个对象进行同时操作。这里呢再多一句，这个右侧的教程呢就是用 Winning Dev Chat 来制作的，我也做过好几期关于 Winning 的教程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。这个还是很方便的，我个人来说，它真的可以做到因材施教，就是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给它提供，帮我们做出对应的内容。因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，我们的以后的教材，我想要研究什么内容的话，都可以去 Cursor 这种工具，或者是 WinChat 来帮助你来实现，或者是 Cloud 的 Fetch。很方便的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，加入我的知识星球。我们下期再见。